80后爸爸、90后爸爸和你这个00后爸爸一起上了一档亲子综艺，结果女儿哭，你也跟着哭。虽然看着挺炸裂，但效果的确很不错。而且这种摆烂带娃的方式很快引起了众议。为了让你意识到错误，节目组的育儿专家们决定临时组织一场交流会，要对你发动口诛笔伐。到的演播室，肖鲁率先发难：“小凡，我想问你，你到底有没有为你的女儿未来想过呢？”不好意思，这位专家，你指的未来是什么时候？是我闺女10岁后，还是20岁后，亦或是100岁后呢？小凡，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说的未来，当然是孩子步入社会、独立工作之后。你指的是女儿腰间的钱箱，那是昨天卖地瓜赚来的。你不是就想问孩子以后要靠什么生活吗？我考虑了呀，而且他还做的挺好。小鹿真的好气，你的意思就是让孩子以后靠烤地瓜生活吗？哦，烤地瓜怎么了？是不赚钱还是不自由？这都什么社会了？肖专家，你心里不会还对某个职业有偏见吧？肖鹿哑口无言，当这么多人的面，他当然不敢说烤地瓜不好。你站起身来，我知道烤地瓜这个职业在大众眼里算不上光鲜，甚至是有些丢人。但请问，你穿着正装，在硕大的集体办公室里忙得焦头烂额，不仅要完成上司交代给你的工作，还要应付老员工和新员工之间的人情世故。让你带咖啡，你不好意思拒绝；不给你钱，你也不好意思要。吃了亏，自己又觉得憋屈，功劳不是你的，甩锅你出来顶包，拿着那点工资，交完房租，吃喝住行抛开，别了存钱，还有可能贷款上班。是你努力，你上进，可买房买车，结婚生子，你敢想吗？没错，你最起码穿的人五人六，但仔细想想，你真的有资格看不起烤地瓜的吗？赚不赚钱不说，最起码活得简单舒服。而且我对我女儿没有别的希望，她从来不是我拿来炫耀的资本，更不是我在某些层面的寄托。我的女儿，我就只要她开心、快乐、健康、平安，这就够了。刹那间，弹幕爆发了，我操！我看个直播还照镜子了，正在加班，还刚跟小组长带了咖啡，而且他还没给我钱，我到底该不该跟他要呢？要的话，他骂我小气怎么办？不要的话，心里有堵得慌。哈哈，楼上的兄弟好惨，我就幸运多了，我老婆体谅我，跟别人跑了，现在我的生活压力小多了。我以前还看不起小摊小贩，不过现在想想，好像是我肤浅了。这时，肖鲁旁边的林修元教授跳了出来：“肖凡是吧？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这本身是没错了。但我们龙国有句话叫‘少年强则国强’，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教育孩子的话，那我们国家你不屑一笑。林教授是吧？我看过你关于龙国教育方向的各种提议，也看过几次演讲。说实话，我感触很深。”他得意一笑：“小子，终于还是服软了吧？”可话锋一转，关于你的演讲，我送你4个字：哗众取宠。天啊，这小凡疯了吧？林教授那可是教育界的顶级大佬，能量大的可怕，带你喝茶。喝茶？我看不光是小凡有危险，整个节目都危险了。导演汗都流下来了呀！不是小祖宗，您是不知道这位是谁吗？而且现在的局面简直就是死局啊！果然，林教授真的好气。他旁边几个老头纷纷站起，放肆！你怎么跟林教授说话的？他为龙国教育界付出了这么多，你竟敢说他哗众取宠，真是无知小儿，还不道歉！10几根手指戳过来，口诛笔伐，再加上不爱国的大帽子，观众们都屏住呼吸。他们只知道这个叫做肖凡的年轻人完蛋了，而且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可以反击的论点。可笑的事实，一生只能怒吼：坏人！你们为什么合起伙来欺负我爸爸？你们都是坏人！这下所有人都呆住了，谁能想到一个5岁的孩子竟敢在这种场合下站出来？萧亚山骑在你党的身后，其实刚才他都没听到老爸和那些人在说什么，但看到有人对老爸怒气冲冲的，这能忍？爸爸每次都在他遇见危险不公的时候在他身边，现在轮到他保护老爸了。这下那些个专家们都懵了，观众们也懵了，这不是社牛，这是爱，是勇气。要知道妍妍在之前在自己受到不公的时候都没有主动站出来保护自己，而现在看见老爸被人欺负，他站出来了，弹幕炸了，看哭了。小妙生气成翻他背心了，呜！面对那么多大人，他都敢跳出来保护老爸，我一个大学生买奶茶被插队都不敢吱声。妍妍才5岁就这么猛啊！你摸了摸妍妍头，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林教授，你难道没有哗众取宠吗？但凡谈到教育，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形式，你都会刻意往爱国上扯，因为你知道你这么说没有人会对你的话进行反驳，真赞同附和推崇。可今天我问你一句，爱不爱国是看用不用再说嘛？爱国的形式是只有一种嘛？老师们教育孩子培育祖国的花朵是爱国，军人们为国家戍守边疆是爱国，科学家振兴科技是爱国，那我当保洁员扫地收拾垃圾就不爱国嘛？2点线老师上班就不爱国，小商小贩起早贪黑养家糊口就不爱国嘛？林修的表情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太大了，他不敢回答，因为世界上还是普通人多，要敢一棒子打死，大家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他活活淹死。擦擦冷汗，掉了口风，我从来没说过爱国必须要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但身为父母，你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过得比你好吗？多少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以后有个好工作，有个好前程，拼命的供养鞭策自己的孩子，而你却在别人孩子都拼命奔跑的时候，让你的孩子慢慢走着。你可知道贪忆眼前的安逸，就是在透支以后的幸福。你表现出来的个性特立独行，以后都会成为孩子未来的隐患和障碍。
此话一出，引起不少观众附和。是啊是啊，大家都在卷，你怎么敢不卷呢？你呵呵一笑。首先，我并不认为我现在生活有多糟糕，我活得好不好，全在我自己的感受。我不介意女儿以后走我走过的路，她喜欢舒服就好。其次，法律好像没有规定别人要跑我就跟着跑吧，随大流就是对的嘛。那林教授还有一句话叫做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别人都跑不跑，是不是也说明我才是对的那个？不给他回答机会，你伸出3个手指。最后你说我这是在用孩子现在的安逸透支他未来的幸福，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说句不好听的，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连明天都保证不了，透支点未来的幸福怎么了？难道要让我5岁的女儿现在就为了退休以后的养老做打算吗？既然是为了幸福快乐才要努力，那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开始幸福快乐呢？林教授感觉自己 CPU 都快烧了呀！这个00后爸爸也太邪门了，从来不正面回答问题，却总能从另一个方面给你制造出更多麻烦。直播间里无数人被你的话触动了，说的太对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都说不准。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拼命？是为了挣钱，等老了送个医院吗？对呀，自己的生活豪华与否只有自己才知道，我们没必要为了别人定义的成功和努力去卷什么。呵呵，我爸妈2个初中毕业，却逼着我考清北，说什么有志者事竟成。我竟然问一句，那为啥你们不行？就这样，这场交流会戛然而止。与此同时，一个戴墨镜的人正在豪宅内看着你的现场辩论。哼，这场交流会已经没有继续听下去必要了。关了直播，拨打1个号码，这场辩论赛先暂停吧。我想是时候在后面给他点教训了。与此同时，你的言论又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人开始反思：是让孩子走自己的老路，小年纪开始卷，还是按照你的方式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还是各取一半，不多管也不过度放任？第二天，敷衍先笑容满面出现在镜头前。今天的观察已经开始了，让我先宣布一下3位爸爸昨天的排名以及各自的支持票数。00后爸爸萧凡376万，90后爸爸夏木109万，80后爸爸秦元浩票数108万。下面我宣布节目组接下来的安排是亲子大冒险，这一次主题是勇气，冒险项目是滑雪。不要走开，精彩还在继续哦。与此同时，另一头魔都郊区一个破旧小区内，不时有钢琴声和孩子的抽泣声响起。妈妈拿着戒尺，小男孩连挂泪出，心惊胆战弹着破旧的2手钢琴，泪水啪嗒啪嗒落下，一个手抖按错，啪的一声，你到底有没有专心练琴？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与此同时，房门打开，一个外面服男人走进来，把小男孩护在怀里，掉落在地上的手机正播放着你的节目。不学了行不行？什么？你再说一遍。拉拉扯扯间，原本心动男人忽然声音拔高，我说不学了。你没发现吗？儿子一点都不喜欢钢琴，自从学了钢琴，他就从来没笑过。女儿突然呛住，是啊，自从学了钢琴，以前总黏着自己的儿子，现在跟他一点都不亲了。可练琴是为了他好呀，有一技之长总比什么都不会好得多。而且有些学校还可以加分，现在多一份努力，未来就能多一份选择，不是吗？面色阴沉，我当然知道，但你以为我就愿意逼他吗？不学，长大了和你一样送外卖，一辈子也买不起房，租在这种老破小嘛。我们已经废了，可他还有机会啊！啪的一声戒指落地，女人哭了起来。我只是想着儿子以后不要像我们一样，光是活着就用光了所有力气。男人也沉默了，倒是小男孩先平复了心情走出来，鼓起勇气，妈妈，我真的不喜欢钢琴，我喜欢画画、唱歌，我还喜欢羽毛球。如果必须学点什么的话，我可以自己挑嘛。说完举起手来，我保证绝对不是3分钟热度。妈妈抱住儿子，爸爸抱住妻子，3人默默流泪。这一晚，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家庭会议，而爸爸妈妈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下某种决定，而是聆听。